如果把中國近50年的崛起寫成一本小說，那絕對是篇頂級爽文，還是那種觀眾看了都得罵一句太扯了，主角光環開得太足了吧的開掛爽文。你想啊，一個國家剛從動盪裡走出來，一窮二白，百廢待興，外面強敵環伺，裡面吃飯、就業、工業、技術，每一道都是難關。可偏偏這個主角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每次快被壓垮，總能絕處逢生；每次對手剛要放大招，又總會被意外打斷。有人說這是運氣，但真正的好運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靠一代代人拼出来、熬出來的底氣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一。今天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刷屏了。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2026年特朗普第2次訪華，半個世紀過去，中美之間的位置已經悄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今天咱就講講中國是怎麼拿着一手爛牌，在內外交困中一路翻盤，把不可能變成現實的。故事從1976年說起，那一年10年特殊時期落幕，外面蘇聯在邊境陳兵百萬，核訛詐的陰影還在。西方技術封鎖，經濟圍堵，中美還沒建交。那時的中國在國際上相當孤立，裡面也是百废待興，家底薄的讓人心疼。1978年，中國 GDP 只有1495億美元，還不到美國的1/15，外匯儲備只有1.67億美元，連一套大型化肥設備都買不起。8億農民裡有2.5億在絕對貧困線下，工業基礎薄弱，高端裝備依賴進口。教育科研斷層嚴重，到了1979年，城鎮待業人員衝到1500萬，加上知青返城，失業人數相當於當時澳大利亞總人口，就業壓力大到可想而知。這就是中國逆襲的起點，換作是你會怎麼破局？中國打出的第一張牌就是改革開放，它沒有讓中國一夜暴富，卻讓幾乎停住的發展局面重新動了起來。放在今天看，改革開放好像是理所當然，但在當時，社会剛從特殊時期走出來，很多人對市場和開放心裡都沒有底。鄧小平同志真正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，他沒有讓中國繼續困在爭論裡，而是在關鍵轉折點上替中國找準了改革開放這條路。農村改革從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張紅手印開始，先讓糧食問題緩過來，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冒出來，給大量勞動力找到出路。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，則把外部訂單設備、外匯和管理經驗慢慢接進來。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廈門這些經濟特區把訂單、資金和工廠帶進來，讓中國開始從封閉低效的循環裡往外走。1979年中美建交，外部通道打開一條縫，对越自衛反擊戰穩住西南方向，也為改革開放爭取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。到了80年代末，改革發展之路遭遇波折，那時候最容易回頭，也最容易退縮，但鄧公沒有讓中國停下腳步。1992年，南方談話重新定住方向，發展才是硬道理，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。再加上他早年那句“不管黑貓白貓，抓到老鼠就是好貓”，核心就是一個意思：別空轉爭論，先把國家發展起來。也是在這個階段，浦東開發開放被推到台前。如果說深圳是改革開放早期打開的第一個窗口，那麼浦東就是在中國90年代面向世界打開的第2個大窗口。到90年代初，中國 GDP 接近翻了3倍，进出口規模翻了好幾倍，糧食壓力緩過來了，鄉鎮工廠多了，沿海訂單進來了，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工業底子也慢慢長了起来。這些積累正是中國繼續承接外資、擴大出口，並最終在2001年加入 WTO 的底氣。改革開放確實把幾乎停擺的中國盤活了，但剛動起來不代表已經強大。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，伊拉克有幾十萬軍隊，有坦克、導彈和防空體系，可面對美軍的信息化指揮、衛星偵察、電子壓制和精準打擊，幾乎沒有還手空間。42天戰爭結束，當時新聞裡有一句話，很多人至今難忘：中國政府對此深表焦慮和不安。
這是整個國家第一次清楚看到，現代戰爭早就不是拼裝備數量，而是拼整套體系。所以90年代很多事情，中國不是不想硬气，而是当时還沒有那套硬的本钱。緊接着，更大的壓力来了，蘇聯解體，東歐劇變，南斯拉夫在戰火中四分五裂，社會主義陣營全線瓦解。站在當時的中國看，一個冰冷的問題壓到眼前，下一個會不會就是中國？外面壓力越來越大，國內改革也走到最痛的地方。90年代，很多國企工人最怕廠裡突然通知開會，因為很多会開完，崗位就沒了。1998年到2002年，國企下崗職工累計超過2000萬人。一張下崗通知背後就是一家人的飯錢、孩子的學費、老人的醫藥費。可不改也不行，很多國企長期虧損，銀行壞賬越堆越高，財政也被拖住。市場經濟要往前走，這些硬骨頭必須啃下來。國內在硬扛，外面又來了亞洲金融風暴。1997年，泰銖、韓元、印尼盾接連大幅貶值，資本瘋狂外逃，很多國家幾十年攒下的家底一夜之間被打穿，中國也被推到两难境地。人民币到底要不要跟着貶值？貶值短期能保出口、保工厂、保就業，但也可能引發新一輪亞洲貨幣競爭性貶值。中國剛建立起來的國家信用会被打垮。不貶值就等於自己硬扛出口下滑和就業壓力，還要拿外匯儲備穩住市場。這不是選一條好路，而是在兩條難路裡選更能撐住未來的那一條。最後，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。這不是輕鬆勝利，而是用眼前壓力換未來信用。更憋屈的是，外部打壓一件接一件。銀河號事件，美國沒憑沒據就指控中國貨船運送所謂化學武器原料，蠻橫關閉商船 GPS 信號。銀河號在印度洋上失去方位，漂泊33天，被迫接受登船檢查，最後什麼都沒有找到。1996年台海危機，美國2艘航母戰鬥群進入中國周邊，把軍事壓力壓到家門口。1999年5月8日，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。屏幕裡是使館的斷壁殘垣，是3位遇難同胞的消息。屏幕外是無數沉默的客廳，是攥緊的拳頭和說不出來的憤怒。那口氣誰都咽不下去。但那時候的中國最難的不是沒有怒火，而是不能讓怒火毀掉剛剛起步的工業化。前面10幾年剛攢出來的工廠、外資、訂單，還有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入場機會，經不起一次失控打斷。這就是90年代最真實的憋屈，怒火頂到嗓子眼兒，卻還得先把國家往前推。但中國的忍耐從來不是原地踏步。到2001年，中國 GDP 已經衝到1.34萬億美元，是1990年的3倍多。外匯儲備從110億美元漲到2122億美元，沿海工廠越來越多，外貿訂單越來越密，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制造業集群也開始成型。也正因為中國跑得太快，美國開始真正的忌憚中國。克林頓時期，中美還是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。到2000年小布什競選階段，中國已經被貼上戰略競爭者的標籤。以當時的中美實力差距，如果美國集中資源壓向中國，中國會非常被動。就在這個關鍵時期，911發生了。這是一場造成近3000人死亡的巨大悲劇，絕不值得慶賀。但從國際戰略格局看，它確實改寫了美國在戰略上的優先級。美國最緊迫的任務不再是盯着中國這個戰略競爭者，而是全球反恐、阿富汗戰爭、伊拉克戰爭和整個中東亂局。中國沒有變成美國的盟友，卻從被重點盯防的對象，短期內變成美國反恐布局裡需要爭取合作的對象。中國最缺的東西終於來了，時間。它換來了國家信用、外匯儲備、沿海制造集群、外貿訂單，還有進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寶貴機會。可真正進場以後，中國很快發現，全球化送來了訂單，也套上了無形的枷鎖。门票拿到了，但真正崛起之路才剛剛開始。2001年對中國來說，一半是機會，一半是刺痛。4月1日，南海撞擊事件爆發，美軍 EP-3 電子偵察機抵近中國近海偵察，海軍少校王偉駕駛81192升空攔截。最後那句"我已無法返航"成了無數中國人心裡拔不掉的刺。
王偉再也沒有回來。那架受損的 EP3被迫降落在海南陵水機場。這是一架當時全球最先進的電子偵察機，它背後是美國的電子偵察信號監聽、情報搜集技術，是海灣戰爭裡讓中國深表焦慮和不安的整套體系作戰能力。更諷刺的是，美國人本來是來偵察中國的，結果機上設備和資料等於被我們近距離攤開看了一遍，最後被拆成零件運回美國。這不能讓中國一夜逆襲，但讓中國第一次摸到了美國電子偵察體系的真實模樣。按當時美国情報部門的評價，這次泄密等級堪稱災難級。安全上被人貼臉偵察，經濟上中國也很快擠進一張更大更殘酷的牌桌。2001年12月11日，中國正式加入 WTO。這張门票中國等了15年，我們本以為終於可以和世界平起平坐了，可真正進場才發現，西方要的不是平起平坐的工業夥伴，而是一個穩定、便宜、能吃苦、能按時交貨的世界工厂。他们要的是低成本供应鏈，中国要的是工業化入场券。這是一場不平等的交易，但也是當時唯一能走的路。那個時代最扎心的現實，8億件襯衫才能換別人1架大飛機。粗略折算，一個中國製衣工人辛苦幹1年的低端加工價值，在別人的高端工業體系裡，可能只是幾分鐘的產出。這就是勞動力價值的嚴重不對等，也是當時必須承受的屈辱。中國人多付出的工時，被壓下去的利潤，最後都變成西方貨架上的便宜商品，也撐起了他們低物價、高消費、高福利的一部分根基。奧巴馬後來有句話說得特別直白，如果10幾億中國人也過上美國人、澳大利亞人那樣的生活，地球承受不了。話說到這份上，意思已經很清楚了。入世後的10年，中国開啟狂飆模式。2001年，中國 GDP 大約1.34萬億美元，到了2012年已經超過8萬億美元，外匯儲備也從2000多億美元衝到3萬多億美元。中國就是靠那些低利潤訂單，一點點攢外匯，建工廠，完善產業配套，提升工人技能。但中國跑得越快，西方越忌憚。他們發現這個廉價工廠不只會幹活，還在攢自己的全套工業體系，正在擺脫控制。於是壓力換了打法，經濟戰來了。美國沒有任何商量，直接蠻橫施壓，強迫人民幣升值。表面看是匯率問題，實際上打的是中國出口企業的利潤。很多中國工廠本來就只賺幾毛幾分的加工費，人民幣一升值，同樣的美元訂單換回來的人民幣直接縮水。中國當然知道危險，日本的例子就在眼前。1985年廣場協議後，日元快速升值，日本製造業成本飆升，經濟泡沫被戳破，從此陷入長期低迷，也就是外界說的日本失去的30年。可中國不升值也不行，那時候中國出口高度依賴歐美市場，不升值，貿易摩擦、關稅、制裁威脅就會加碼；升值，出口企業利潤就被擠沒。這就是一個兩難選擇，兩條路都是傷，只能選傷的輕一點的那條。從2005年匯改到2008年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接近2成，這一刀狠狠砍在出口端。另一把刀砍在進口端，油價、糧價、鐵礦石價格全在漲，我們需要的原材料定價權長期掌握在別人手裡，結果就是賣出去的東西更難賺錢，買進來的原材料反而更貴。中國被兩頭夾住，剛剛跑起來的經濟隨時可能被拉爆。到2008年，壓力到了頂點。溫家寶總理當時感慨地說：“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。”這句話背後是匯率壓力、貿易摩擦、輸入型通脹、就業和出口利潤的全面承壓。要是再這麼壓下去，中國經濟很可能遭遇沉重打擊，甚至可能走上日本那條老路。可就在最關鍵的時候，好運再一次降臨了，美國金融危機爆了。中國出口也受到了衝擊，很多工廠訂單下滑，但歐美自己的金融體系先崩了，美國忙着救市，歐洲又陷入了歐債危機。2008年到2012年，整個西方都在處理自己的爛攤子，他們沒忘中國，也沒停止防範，但已經沒法把全部精力壓到中國身上。中國又一次等到了一段寶貴的調整窗口。2008年11月，4萬億刺激計劃推出，這件事後來爭議很大，也確實留下了地方債、房價上漲、投資效率下降這些後遺症。但放在當時，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搶時間，用基建拖住內需，對沖貿易下滑，避免剛打起來的產業鏈被直接砸穿。
這段調整期裡，中國也開始慢慢降低對單一西方市场的依賴，不再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歐美訂單上。基建、城市化、內需市場、物流網絡和產業鏈配套開始撐起越來越大的基本盤。到2012年，中國已經不是2001年剛進場的樣子了。高鐵運營里程突破9000公里，全球第一；移動互聯網、電商、支付、物流也開始全面爆發。那些靠低端制造攒下來的錢，變成了公路、橋梁、港口、高鐵、城市群，也變成了更完整的產業鏈配套。8億件襯衫換來1架大飛機，聽起來是羞辱，但中國就是靠這些最苦、最薄、最沒定價權的訂單，一點點攢出了繼續往上爬的家底。可家底剛厚起來，新的危機又來了。中国剛開始從低端制造業裡抬頭，美國就開始調轉戰略中心，重新把壓力壓回亞太。這一次，他不再只想讓中國幹低端活賺低利潤，而是要從規則、海權、技術3個方向把中国繼續往上爬的路堵住。第一章是規則牌。奧巴馬時期，美國推動 TPP， 想在亞太另起爐灶，表面是自由貿易，實則是要重新劃分產業鏈、市場准入和規則標準，試圖把中國排除在核心經貿規則之外。一旦這張牌打成，我們剛吃透 WTO 的規則就會前功盡棄，中國也會被美國用新規則擋在核心圈外。可第一個意外來了，特朗普上台後直接撕毀 TPP， 中國還沒出手，美國自己就先撕掉了這張原本很危險的規則牌。美國第二張牌更狠，海權軍事牌。2016年，南海局勢一度緊張到極點，南海仲裁案壓過來，美軍軍艦、偵察機頻繁抵近，所謂航行自由一次次把軍事壓力推到中國家門口。中國迅速進入高強度應對狀態，3大艦隊精銳進出，高級將領坐鎮，前線官兵已經做了最壞準備，戰士們連遺書都寫好了。當時的南海距離擦槍走火可能只差一次誤判。如果真打起來，中國肯定會死扛到底，但代價有多大，勝負如何，誰也說不準。畢竟那時候中國航母編隊、遠航海軍、島礁支撐和區域拒止體系還遠沒有今天成熟。可最後美國撤了，美國錯過的不只是一次軍事挑釁機會，更是最後一個能以相對低成本軍事壓制中國的窗口。從那以後，中国海軍、火箭軍、造船能力、島礁防禦和區域拒止體系持續發展。軍事威脅當然還在，但性質已經变了，它越来越不是逼中國低頭的工具，而是雙方都不敢輕易下注的大國豪賭。規則牌失效，軍事牌沒壓住，美國開始打第3章，也是最狠的一章——貿易戰和科技戰。特朗普上台後，關稅、制裁、實體清單、技術斷供輪番上陣。2018年，中興被美國一纸禁令打到幾乎休克，中國徹底看清核心芯片、操作系統、關鍵元器件被人卡住，整個產業鏈都可能瞬間停摆。同年12月，孟晚舟在加拿大轉機時被扣押，信號很刺耳。美國不只是打企業，還開始打企業核心人物。2019年，華為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，技術圍堵全面升級。從中興到孟晚舟再到華為，這已經不是普通商業競爭，而是技術斷供、司法施壓、規則武器化的一整套組合拳。過去中國被打壓是因為落後，現在中國被卡脖子是因為開始追上來了。可就在貿易戰、科技戰打得最焦灼的時候，又有意外發生了，疫情來了。疫情當然不是中国的勝利，中国也承受了巨大的冲擊，但从国際戰略格局看，它確實打亂了美國集中力量圍堵中國的節奏。最關鍵的是，疫情把全球供應鏈的真相擺在了全世界面前。西方喊了很多年的去中國化，可真到口罩、防護服、醫療設備、電子零部件、工業配套緊缺時，世界繞不開的依舊是中國製造。中國幾十年攢下的完整工業體系，在危機時刻徹底顯出價值。疫情還沒徹底過去，俄烏衝突又爆發了。西方本想通過制裁孤立俄羅斯，結果客觀上把俄羅斯進一步推向中国。俄羅斯有能源、糧食、礦產、軍工、航天、核能這些戰略資源，中國有工業製造能力和龐大市場，兩者結合，互補性很強。中國獲得更穩定的能源來源，俄羅斯獲得更重要的東方市场，人民幣結算也被推到更重要的位置。這不是中國刻意製造的機會，是舊秩序自我撕裂後順勢而來的窗口。到2026年，中東衝突再起，美伊博弈升級，
油價、航運、霍爾木茲海峽、石油美元體系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。美國一心想集中精力压制中國，可戰略精力一次次被中東這個舊戰場拖住。中東一亂，全球也會重新思考，如果美國連中東安全都穩不住，海灣國家憑什麼把所有籌碼都壓在美國和美元身上？人民幣現在還不能取代美元，但在能源貿易、本币結算、全球南方合作裡，它的存在感確實被一次次危機推高。過去是中國拼命往外走，求訂單、求市場、求技術、求入場券。可從去年年底到今年，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密集訪華，越来越多國家把中國当成繞不開的一站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親自來北京談，普京也即将訪華。這說明中國的位置真的变了。當然，這不是說中國已經贏了，中國跟美國在高端科技上還有明顯差距，芯片、高端制造、航空發動機這些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追。外部制裁、技術封鎖和貿易摩擦也沒有停止。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等別人發訂單、看別人臉色的低端工廠。到2025年底，中國高鐵運營里程突破5萬公里，占全球高鐵總里程70%以上。GDP 突破140萬億人民幣，貿易順差接近1.2萬億美元，經濟體量穩居全球第2。當年那種被壓在產業鏈底端的屈辱，我們刻在骨子裡。可今天，中國拿出去競爭的已經不再是襯衫、鞋子和玩具，而是光伏、動力電池、新能源汽車、世界級造船、高鐵網絡、港口基建和完整工業供應鏈。這不是簡單換產品，而是產業升級。是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。回頭看這近50年，中國真正離譜的不是每次都遇上好運，而是每次機會來的時候，前面都已經咬牙攢下了能接住機會的家底。911、金融危機、特朗普撕毀 TPP、疫情、俄烏衝突、中東變局，看起来像一次次運氣，但背後是改革開放、90年代隱忍、WTO 入局、產業升級和幾十年埋頭苦幹。中國走到今天，不只是因為抓住了幾次時代窗口，更是因為國家大方向始終沒有跑偏。別人脱實向虛，玩金融泡沫，我們死死守住實體經濟的根基；別人拉幫結派，搞陣營對抗，我們悶頭做生意，搞建設，搞發展；別人被短期利益綁住手腳，我們始終盯着10年、20年的長期布局。還有一點同樣關鍵，普通中國人真的很能吃苦，能扛事兒。工廠裡的工人，田地裡的農民，工地上的建設者，實驗室裡的科研人員，一代又一代人咬着牙把最苦最累的活扛了下来。所以中國的国運從來不是靠1、2次好運砸中頭，而是靠長期理性、務實、順應時代的判斷力，加上上億萬普通人的苦幹，把一次次外部壓力硬生生拧成了繼續往上走的動力。這才是國運的真相。弱的時候不亂，苦的時候不停，憋屈的時候不垮。等時代窗口真正打開的時候，我們手裡才終於有了上桌博弈的籌碼。好啦，這一期咱們就講到這。如果你也想繼續看中美格局、全球博弈背後的真實邏輯，別忘了點個關注。我是小 V，咱們下一期見。